男生吞吞吐吐地告诉警察，他想性侵自己的弟弟，这可把警察震惊了。随后他描述了自己的欲望，虽然明知这样不对，但就是控制不住的想。而通过他的种种行为，本森却判断男生已经对弟弟下手了，于是赶紧来见了他母亲，想确定自己的猜想。不过女人看了一眼小儿子，声称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可谁知本森竟直接说明你大儿子永强侵犯了他，这可把母亲吓得不轻。随后本森就强制对小儿子做了体检，哪知结果还没出来，继父就赶到医院对母亲进行了责骂，声称要撕了永强。虽然母亲尽力维护，但这并没有浇灭继父的怒火。而这时检查结果也出来了，小儿子并没有被性侵。No anal abrasions and no evidence of mucosal tears. I didn't find any sap in his throat either. 这下母亲算是放心了，然而本森还说不确定，整的继父有点懵。于是他又解释口嗨和看视频也算，这些都不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并且还无法判断。这下母亲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但也没办法。而为了确定永强是否性侵了弟弟，警察随后又对他进行了审问，结果不问青红皂白就认定他干了，永强都委屈死了。I came to you so I wouldn't.Why won't you believe me? It starts with the fantasies, which scared you at first. But then you started drinking, and what you wanted didn't seem so bad after all. That's not true. I know it's wrong. So you started surfing the net to find people who understand. People that were just like you, right, Eric? Did you? 没想到这一点本森倒是猜对了。永强承认确实在网上找人咨询过，那个家伙告诉我这不是我的错，性取向是天生的，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他也告诉我不能欺负弟弟，只能看不能碰。他说他可以帮我控制欲望，可在警察听来这个家伙更不像好人，于是就对他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人竟开了一个同恋网站，上面都是小孩的照片，信息显示他的名字叫广坤，并且自认为是恋童癖的拥护者，遵守只看不摸的规矩。又因为网站上孩子们都穿着衣服，所以警察也没理由查封，只能暂时放过他先来取证了。但广坤否认永强性侵了弟弟，而且声称我在想尽办法阻止他，方法就是给了他别的小男孩照片，阻止他伸手。可警察立马反驳你也挺卑鄙无耻的，哪知广坤竟不以为意，坚称我只看不摸，我是好恋童癖，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控制我的欲望，我天生就这样无法改变。 I mean, I don't choose to love little girls, or you choose to love women. Neither do I. I admit I like delicious little angels, ages 3 to 9.There's nothing I can do except keep my distance, since they can't legally consent. 虽然广坤吹得这么自律，但本森疑惑你的同类不守规矩怎么办？哪知广坤也有办法，称越界的恋童癖喜欢分享，而我的网站注册都是实名制，到时我就会知道是谁，他们就得承担后果。谁知这时本森突然来了电话，竟是弟弟承认被永强性侵过，于是警察立马对永强展开了抓捕，可母亲也不知道他去哪了。而此时鉴识科也找到了证据，他们在一件弟弟的衣服上发现了干涸的体液痕迹，这很可能就是永强的。于是警方立马进行了 DNA 比对，同时也从弟弟那里获得了口供。他用一支铅笔比喻了哥哥对他做的事。见此，检察官立马就要起诉，但心理医生表示弟弟太小了，不能出庭指证，并认为他是被人教过的。可检察官不信，于是医生解释弟弟的直肠并没受创，一定是有人教他刚才那么演示的。对此警察也赞同医生，感觉检察官有点急于求成，但检察官也委屈，我这是相信受害者，为什么你们不信？于是本森解释因为永强是来自首求助的，结果检察官反驳所有恋童癖都会这么做，接着又让医生做出准确判断，医生当然做不到了。不料检察官竟想一意孤行，整得泰勒直言你是想伸张正义还是想卖弄？检察官当即斥责干好你自己的活行了，接着就去准备起诉了。然后警察也只能干好自己的活，想尽办法去将永强找出来。而这时 DNA 比对结果也出来了，和永强根本不吻合，竟是跟他继父匹配，这就很炸裂了。随后警察就对继父进行了严刑拷问，乃至看到那件衣服后，他竟认为是永强干的。可当警察明言上面是你的体液后，男人却没有丝毫慌张，他声称因为永强的事，妻子经常和我吵架，夫妻生活也没了，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但警察疑惑怎么会在你儿子衣服上？继父又解释我去卫生间释放，而里面放着脏衣服，纯属巧合而已。然后警察就这么信了，只能继续寻找永强去了。他们相信母亲肯定知道儿子的下落，于是就又来到他家，和母亲讲明了利害关系，你再包庇就可能是从犯了。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警方的计谋。随后警察就在屋外进行了24小时监视，果然发现一大早母亲就抱着个箱子出门去了。本森立马意识到这是给永强去送东西了，紧接着他们就跟了上去。不料刚跟到门口，里面就突然传出了一声尖叫，俩人急忙冲了进去，竟看到母亲抱着浑身是血的永强，正在嚎啕大哭，永强早已气绝身亡。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后母亲交代，昨晚永强才给我打了电话，留言想让我去接他。我本想带他去见你们，并找到了一箱孩子的照片，想作为证据，让你们判他更长时间的监禁。哪知却是这种结果。然而本森想知道更多的细节，但母亲也不知道了，于是只能寄希望于现场勘查了。
结果发现凶器是便宜的水果刀，凶手用了7个刀片才杀死永强。因为刀片总会断，法医数了一下，永强至少挨了12刀，说明凶手应该非常愤怒，并且期间永强还打过110，接警电话都有录音。随后众人就播放了录音，里面竟是永强一边遭受攻击，一边大喊救命和求饶，但是凶手并没有停下的意思，仍在不断刺杀永强。本森推测可能是第1个刀片断了，凶手在找另一个时，永强趁机拨打了电话，而经过现场勘查发现没有强行入室的痕迹，所以永强认识凶手，并且现场这么多血，凶手肯定会沾到身上，继而带到车上和家里。而他们第一怀疑对象就是继父，但检察官提醒必须有证据，否则不会开具搜查令。于是本森又来到了法医这里，希望有更多的线索。不料法医还真发现了一个变态情况，永强生前被击奸过，这是在他职场里发现的木屑，而警察立马感觉这材质好像在哪见过，不正是来自弟弟的球棒吗？这下终于有理由搜查了，而且球棒就是凶器。事已至此，继父也坦白了，那晚意外听到了永强的流言，所以我去复仇了，还坚称强奸儿童的人都该被抹杀。可我并没杀永强，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哭但没死。本森看着继父也不像说谎，而且他家里也没搜出血迹，所以继父不是真凶。而这时法医又带来了新线索，他在现场发现了不属于永强的血迹。本森一听立马就要去采集继父的比对，哪知却被法医拦住了，因为刚检测过了。首先这人患有糖尿病，因此如果继父没病也就没必要比对了。谁知这让本森突然想起一个人，广坤就有糖尿病了，所以他有重大嫌疑。但广坤是永强的导师，为什么会杀他吗？于是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警方调取了同链网聊天记录，随后就震惊地发现永强在网上坦白，虽然憋着没对基地下手，但是却侵犯了另一名男童，这应该就是广坤的杀人动机了。随后警察就将广坤逮捕了，可他竟狡辩永强违反了我的规矩，就该承担后果。 I'm a shining example of how people like me have to live. I did what the Supreme Court refused to do. I made raping a child a capital offense, a life for a life. 然而本森却怒斥你这是犯法，可老头不在乎，谁叫永强不守规矩？见他这么固执，本森也不争论这件事了，最后只想知道被永强性侵的儿童是谁。但广坤不知，永强不肯说。Is that what set you off? Yeah, I was livid. He begged me to understand him. He said that he couldn't stop. He told me that I should just let go and that I should do it. That I would know the bliss, that I'd be unburdened. And now there's a kid out there somewhere hurting, and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Because you just murdered the one person who could lead me to him. 没办法，本森只能向社会公布了永强事件，希望受害人看到后主动站出来。然而5名和永强接触过的儿童都没被碰过，本森都怀疑永远找不到了。世上就此又多了一名受创的孩童，他将来可能成为问题少年，但这也没办法，